嗨，大家好，我是海爷。2008年11月18日，日本崎玉县的一栋高档住宅里面发生了凶杀案。从后生省退休的事务次官山口刚彦和他的妻子美和子身中数刀，被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第二天下午6点多，山口家不远的另一栋住宅里面又发生了凶杀案。这家的主人叫吉原健二，也是从后生省退休的前事务次官。当时呢，家里只有吉原的妻子静子，他被一名男子刺伤之后差点死掉，好在被路人救了下来。警察接到报案之后很快展开调查，但是呢一直没有头绪。本来以为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调查才能找到凶手，然而案发后第4天，也就是11月22日的晚上9点，一名男子来到了东京辖区的警视厅本部自首。当时呢手里还拿了一把带血的刀。这名男子叫做小泉义，46岁，身高1.65米。他承认这2起案子都是自己做的，但他的行凶的理由让人十分的惊讶。他说杀人是为了给自己的宠物狗报仇，而且是34年以前养的一条狗。一切呢都要从小泉小的时候说起。小泉义1962年1月26日出生于山口县柳井市。小泉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妹妹。经过调查，老家的邻居说，小泉上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喜欢动物，他的性格呢也十分的开朗活泼，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玩耍。尽管如此，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被称为优秀学生。一天，妹妹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白色的狗狗，小泉很喜欢那只狗，给狗起名字叫西罗。小泉经常和西罗一起玩，把它当做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西罗很聪明学东西很快，但西罗有一个缺点，也可能当过流浪狗的原因，西罗没有安全感，有一点点的动静呢，西罗就会狂叫。西罗的狂叫经常会影响到邻居，而且呢，因为家里是经营小卖部的，西罗也经常面对着客人狂叫。小泉的爸爸担心狗狗会吓到客人。西罗来到家里大概1年左右，1974年4月5日，趁小泉不在家，小泉的爸爸打电话给保健所，让他们把狗狗带走了。日本的保健所呢，主要是负责公众的卫生安全，业务包括传染病预防、食品安全、监管动物、狂犬病防治等等。抓捕、领养、处理被人丢弃的狗属于保健所的工作范围。当小泉放学回家之后，没有看到西罗，小泉的爸爸告诉他，妹妹带西罗出去玩，然后西罗逃跑了，最后呢被保健所的人捉走了。小泉赶紧赶往保健所询问西罗在哪里，却得到了西罗已经被杀掉的消息。保健所捉到流浪狗之后，一般1周之内没有人领养的话就会被处理掉，或者主人不要狗狗了，狗狗被带到保健所之后会立刻处理掉。实际上处理掉西罗是小泉爸爸的要求。小泉回到家中大哭了一场，他很伤心，他不明白西罗是家养的狗，明明带了项圈，而且已经打过疫苗了，却被保健所当成野狗给抓了，而且那么快就被处理掉了。对当时12岁的小泉来说呢，就相当于失去了一位家人。不明真相的小泉就恨上了这个保健所，发誓长大之后一定要给西罗报仇。后来呢，小泉的家里又养了一条小狗，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很快小泉就上了高中，在高2放学的时候路过保健所，看到院子里面停放着一辆小型货车，车上装满了被保健所抓到的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狗狗们惊恐地看着小泉，好像在拼命地向他求救。看着这些即将被处理掉的狗狗们，小泉有一种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呢，让他感到非常的愤怒。当时他决定为爱犬和其他被屠杀的狗狗们报仇，但是他还年轻，他计划要先去享受生活，到50岁之后再去报仇。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小泉调查了保健所宰杀的现状。他了解到每年都会有数十万只猫狗被屠杀。他还查到保健所是执行者，真正定下狂犬预防法的是管理保健所的日本中央机构后生省和后生省工作的这些官员们。后生省是一个部门相当于福利部和卫生部的合体。后生省最大的官呢叫事务次官。小泉发誓要干掉事务次官，为自己的爱犬和被杀掉的狗狗们报仇。高中毕业之后，小泉本打算去加入军队，学习复仇需要的技能，但最后还是决定先上大学。上大2的时候呢，
小泉经常旷课，学分和出勤率都不足，一直留级。在留级6年之后，他被大学退学了。1990年28岁时，他去了横滨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小泉经常跟邻居和上司发生冲突。据他的同事说，小泉工作能力强，在公司里面是个小领导，跟同事关系处得也不错。但他的性格急躁，经常跟上司吵架。那时候他住在寺庙前的一间公寓里面，这个寺庙呢每天定时敲钟，小泉就嫌这个钟吵得慌，跑到寺庙里面大闹了一场。而且呢，有段时间他也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在3年之后被辞退了。1994年3月起，他回到老家，通过父亲的介绍，他在广岛的一家食品配送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开车配送和销售冰淇淋。这个时候呢，他和邻居发生了矛盾。日本的一些房子它比较薄，墙壁比较薄隔音不好，只要邻居发出一点点声音，小泉就非常的生气。小泉呢，他不会和邻居当面去沟通，而是不停的去按邻居的电话门铃，或者呢猛砸邻居的房门来发泄他的不满。他搬进来1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3月，小泉呢曾经拿着刀威胁着同住在一层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害怕极了，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房东。房东害怕出事，于是要求小泉搬走。刚好这个时间呢，小泉被公司调到山口县的分公司去工作。同年因为违规停车被罚钱，但是他死活不去交罚款，之后被关进了拘留所，有了案底，再加上和公司的上司闹矛盾，1995年9月底他被公司辞退。3年之后，1998年8月，小泉搬到埼玉县的一栋小公寓，他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找到了工作。这个时候他和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而且和邻居的关系还是一直紧张，和周围的邻居呢经常发生矛盾。小泉会因为一点小事生气，有一次甚至向邻居扔吃剩的面条，还有人看到他对快递员大喊大叫喊了20分钟。周围的邻居对于小泉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和他相处。在此期间，小泉被公司解雇了。失业的小泉呢，想靠炒股翻身，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他负债累累，陷入了困境。小泉被捕时，账户里面只剩下了几千日元和500万金融欠款。2005年12月，小泉坐出租车不给人家车钱，被出租车司机打了一顿，小泉被免费送进医院，最终小泉的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的。在这个期间呢，他想起了34年之前为爱犬报仇的计划，按照原计划的，他应该50岁之后执行计划。然而转念一想，小泉决定改变计划，开始准备犯罪，每天撸铁锻炼身体，为作案做足了准备。这时是2007年7月，小泉那时45岁。小泉开始选定目标，也就是后生省的事务次官。2007年，他多次去日本国立图书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呢，任何人都可以在职员通讯录上查到各个部门的员工的姓名、职位、职务和家庭住址，这些属于公共信息，在图书馆里面就能查到。后来为了隐私，1990年后就不再公布部门工作人员的资料了，所以小泉只能找到已经退休的前任事务次官的家庭住址，现任的事务次官的住址是找不到的。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4个人，他们是3名前事务次官山口刚彦、吉原健二、曾更田裕夫和1名前任社会保险厅长官横尾和子。横尾和子并不是事务次官，但小泉还是把他定为了目标之一，是因为横尾1994年升为社会保险厅长官，任职期间横尾的下属贪污了1179万的养老金，事情败露之后，作为长官的横尾引咎辞职。小泉认为横尾包庇贪污的下属，他觉得干掉横尾是为民除害。4个人当中，曾更田已经去世了，但小泉并不知道。小泉的作案计划是这样的，作案时间选在2008年的11月17日下午6点到8点之间，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人们一般都在家里吃饭。小泉打算假扮成快递员，以派送包裹为由骗对方开门，然后用刀行凶。整个作案的行程为期3天，11月17日先去山口刚彦家，18日去吉原健二和曾更田家，19日去横尾家。2008年10月，小泉在家附近的超市购买了行凶的帽子、快递服、刀具和快递用的纸箱和手套等工具。2008年11月17日晚上，小泉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假扮成快递员，
手里捧着空纸箱按响了山田家的门铃。开门的是山田的妻子美和子，小泉猛刺美和子的前胸，美和子倒地身亡。山口刚彦前来查看情况，被小泉逮住，刺了11刀，血液喷射到屋顶。邻居发现山田家的1楼的窗帘没有打开，电视和灯还开着，门口有血脚印。邻居就起疑心了，打电话到山口家里，没有人接。前去查看呢，发现夫妻2人的遗体躺在地上。11月18日下午6点半，小泉来到了吉原健二家，当时吉原不在家，家里只有72岁的妻子静子。小泉按响了门铃，门打开的瞬间呢，小泉提刀猛刺静子的胸口，静子胸口被刺数刀，静子奋力反抗，双手留下了多处抵抗伤。被刺伤的静子拼尽全力跑到门外呼救，逃跑时右侧背部被刺了1刀。小泉跑到房间里面，没有找到吉原，害怕邻居听到呼救后赶来，小泉急忙地逃离了现场，沿路留下了大量的血脚印。静子逃跑路上晕倒，被人发现并送到了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警察调查发现，2起案子有3处相同点：第一，受害者都是前事务次官；第二，凶器都是刀；第三，被害者都是在进门处的玄关遇害的。2个案子不同点是，第1起案子只有玄关和门口有凶手留下的血脚印儿。第2起案子呢，静子被刺之后，凶手没有直接离开，在屋子的房间里面有很多的血脚印，很明显凶手在找人。警方推测凶手的目标是2家的男主人，而2人都是事务次官，都参与过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所以警方就认为有人对养老金改革不满，怀恨在心才报复的。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恐怖袭击，警方加强了后生省的安保，同时派警官到已经退休和在职的后生省高官家里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11月19日，小泉前往第3个目标横尾家，看到房子周围全是安保人员，无法下手，便离开了。小泉这个时候呢，就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于是放弃了报仇，并返回家中。11月22日，小泉写了一封邮件发给媒体。邮件里说，2起案件都是我做的，但不是因为养老金改革，而是因为34年以前保健所弄死了我的宠物狗，我是为爱犬报仇。我从一开始就无意逃跑，我会去自首。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的是我们家的狗狗西罗。另外呢，还写了一封信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家人。晚上9点半，小泉开着租来的车到警局自首。车的后座放着一个纸箱，纸箱里面有8把匕首，其中2把血迹斑斑。警方对刀上的血迹进行了 DNA 测试，和受害者的 DNA 是相匹配的。12月4日，小泉因谋杀和谋杀未遂被捕。在庭审当中，小泉说：“我不认罪，我没有杀人，我杀的是恶魔。恶魔制定了法律，每天都会杀死很多无辜的狗。恶魔的妻子也是恶魔，我是正义的。”有一些爱狗人士同情并支持小泉，在网上发起了请求减刑的签名活动，并收集到了1000多个签名。同时，他们还雇了一名喜欢动物的律师替他辩护。这名律师和他的妻子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呢，就是保护动物，反对捕杀流浪猫和流浪狗。但这些都没有什么用。2010年3月30日，埼玉地方法院宣判，小泉目的明确，计划周密，作案时是清醒的。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自首是为了给自己减刑，也是精密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判处小泉死刑。2014年6月13日，最高法院认为，因为被告的罪行如此严重，死刑不可避免。小泉呢，目前被关押在东京看守所，他的父亲从来都没有来看过他。案件被媒体报道之后人们都非常的惊讶。狗是34年之前被杀的，那时候小泉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和狗狗相处的时间不到1年，小孩子有可能记仇34年吗？结合小泉的履历，欠款几百万，有案底，没朋友，和邻居闹矛盾等等，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团糟。很多人呢就认为小泉是为了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为爱犬报仇只是借口。但是小泉在监狱中还写了回忆录，回忆录当中呢，详细的介绍了导致犯罪的情况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说，西罗狗狗和我在一起度过的1年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快乐的1年。作案时，小泉还佩戴着带有西罗的毛发和照片做成的护身符。关于为什么要提前行动而不是50岁之后再作案，他解释说，一次车祸当中呢，他的腿部受伤了，而且腿伤越来越重。
所以提前实施犯罪计划。后来这个案子也被改编成了漫画，使这个案子更加的有名。通过小泉的回忆录，我觉得很有可能这就是一只狗引起的血案，因为一只狗搭上了3个人的性命，值不值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